国公世子丈量我的胸围时，母亲却故意让我裙带崩断。天哪！这林家大女儿竟然为了勾引世子是这种手段！这好了，简直不知廉耻！姐姐，快遮住！倒是这二小姐临危不惧，厚道得体，聘为宗妇合适，还不将大小姐带回去？父亲，女儿的腰房绝不会无故崩断，求父亲还女儿一个公道。哼，你自己衣冠不整，丢尽了林家的脸，还好意思怪别人？婉婉，自你回来，月柔无地自容，日日以泪洗面。如今你只是没了婚事，何苦摆出一副要死要活的样子来难为我们？既然如此，你就去庙里清修吧。婉婉，别怨娘狠心，这林家嫡女的名头，只有月柔才配得上。为什么？你一定在想那根丝线吧？实话告诉你，那是我亲手挑断的。若你不身败名裂，月柔哪来的好婚事？你就留在这儿，带着你那糟烂的名声一起去地下吧。婉婉，想什么呢？这料子滑，娘给你系紧些，免得失了体统。我回来了，竟然回到了我出丑的这一天。就是这把刀挑断了我的腰缝。婉婉，怎么不说话？别紧张。娘，您怎么了？您没事吧？都怪女儿刚才狡猾，不小心冲撞了您。冒冒失失的，都要去国公府了，还这么没规矩，成什么体统？娘，姐姐也是太紧张了，您别怪她。姐姐才从乡下回来，没见过大场面，难免腿软，咱们多体谅体谅就是。行了，慢悠悠的像什么样子？吉时都要误了，若是让国公夫人久等，你们担待得起吗？月柔今日这身打扮不错，端庄大气，到了国公府，多提点着你姐姐，别让她给林家丢人。父亲放心，女儿一定会照顾好姐姐的。照顾我？这一次到底是谁照顾谁？咱们国公府见分晓。罢了罢了，婉婉也是小孩子罢了，娘不怪你。月柔，这是娘当年的嫁妆，价值连城还低调，这玉养人也最衬你的肤色，带着去国公府，贵气还不张扬。谢谢娘，女儿一定好好带着，绝不辜负娘的心意。婉婉，这些珠花你也带上，别说娘偏心，你那身衣服素，与这些珠花正好相得益彰。月柔是京中长大的，气质好，配着玉更好。婉婉常年在乡野，带太好的东西反而显得不伦不重。乡野，之前我不懂，为何亲生父母会对我如此狠心。在那破庙里，我听那两个送饭的尼姑闲聊，这林老爷真是心狠，为了个养女，竟然把亲生女儿扔在家庙等死。嘘，什么养女啊？我听尚书府的老人悄悄说过，那林二小姐啊，根本就是老爷养在外面的外室所出的亲生女儿。就有这事儿？那林夫人能答应？林夫人早就知道了，可为了讨好老爷顾宠，她硬是把那私生女认作养女接进府，还把亲女儿踩进泥里给私生女铺路，这亲妈当的真比后妈还毒。父亲、母亲，时辰不早了，该出发了。催什么催？一点规矩都没有。记住了，到了国公府少说话，多看月柔的眼色行事，她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若是你不知轻重，搞砸了婚事，小心我送你去家庙。是，父亲。
嬷嬷，早就听说国公府的花园是京中一绝，百花齐放，可是真的？我这2日特意学了一首新出的琴曲，不知夫人平日里可喜欢听琴？嬷嬷，您瞧这玉佩，看成色如何？这可是今早出门前母亲特意给我的。嬷嬷，我看您脸色不好，这是我自己调制的冷香丸，若是嬷嬷不嫌弃，请含在舌下，能缓解眩晕不适。姐姐，你拿的那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乡下来的土方子，你也敢拿给嬷嬷吃？万一吃坏了嬷嬷的身子，你赔得起吗？嬷嬷，得罪了。好手法，林小姐这手法可是跟名师学的。乡野闲暇，跟一位游医学了点皮毛，让嬷嬷见笑了。林小姐过谦了，这若是皮毛，那太医院的太医们怕是都要汗颜了。嬷嬷，您可别被他唬住了。姐姐这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正巧撞上了。二小姐若是累了，不妨歇歇嘴。哼，林小姐，老奴多句嘴。今日不光夫人在，世子爷也在府中。世子爷性子冷，最是不喜那些浓妆艳抹、矫揉造作的女子，而夫人那边更是看重品行，最厌恶女子以色示人。多谢嬷嬷提点，婉婉记下了。林小姐，国公府到了，请随老奴来。瞧那林家大小姐，不知情的还以为是丫鬟呢。乡下回来的，到底不如京城养的娇贵。折花逢驿使，寄语陇头人。这虽是古意，但在夫人这满园春色面前，倒显得笔墨拙劣了。尚书府教养出的女儿，确实有些墨水。姐姐，你也别总是在那儿躲着，来，给各位夫人敬杯茶吧。之前你就是在这里假装狡猾摔倒，顺势把滚烫的茶水泼在我身上。哎呀，姐姐小心！天哪，这成何体统？大庭广众之下，竟然……真是伤风败俗！尚书府的小姐竟然穿成这样出来现眼。林家是怎么教女儿的？简直有辱斯文！妹妹，你怎这么不小心？早就跟你说了，这裙子做太紧了，布料又薄，动作稍微大点就容易崩溃。你非说这样才显腰身，为了好看不管不顾。如今在这众目睽睽之下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原来是为了显摆身材，故意穿得这么紧。虚荣至极！是你，林婉婉，是你害我！妹妹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我离你那么远，我怎么害你？我好心脱衣给你遮羞，你却反咬我一口。是啊，刚才大家都瞧得真切，林大小姐连动都没动。林二小姐自己衣衫不整丢了脸，居然还想赖亲姐姐。我没有，头疼的厉害。夫人息怒，月柔这孩子向来稳重，今日许是那流光锦的料子太滑，出了差错。他琴艺是京中一绝，不如让他弹奏一曲，给夫人赔罪解闷，顺便也压压这惊。够了！今日是赏花宴，不是办丧事。弹这种丧气曲子，是故意寻国公府的威气吗？夫人恕罪，臣女深感内疚，这才……内疚？内疚你就回自己家内疚去。夫人，臣女不才，见夫人深受头疾之苦，愿献上一计，为夫人舒缓。你会医术？好香，这是什么香？本夫人在京城这么多年，竟从未闻过。回夫人，夫人今日动了气，肝火上炎，故而头痛。此香能清肝明目，平心静气。难为你这孩子有心了，这手打镶钻的功夫，没个几年静心苦练是出不来的。沉稳娴静，遇事不乱，这才像是大家闺秀的模样。夫人谬赞，臣女愧不敢当。
夫人，月柔这孩子也知错了，如今也受了教训，这大冷天的，怕是膝盖受不住。起来吧，挪到角落里坐着去。没本夫人的话，不准再乱跑。谢夫人恩典。婉婉，平日在府中都读些什么书？瞧你这通身的气质，倒真叫本夫人欢喜。这茶有些凉了，去给林小姐换盏上好的新茶来。林小姐恕罪，奴婢不是故意的。放肆！如此毛手毛脚，冲撞了贵客，还不快滚下去领罚！是夫人，我的玉佩，我的脑玉佩不见了，那可是母亲给我的传家宝，怎么会不见了？大呼小叫成什么样子？掉了东西就让下人去找，在这惊扰贵客。可是刚才在这园子里，只有姐姐离我最近，会不会是夫人？既然丢的是林夫人的传家宝，非同小可。为了不让大家互相猜忌，不如搜一搜身，也算给林大小姐一个清白。既然妹妹怀疑，那便搜吧，免得日后传出去说我不顾姐妹情分，白白受这等冤枉。你去帮姐姐证明清白。找到了！真是不知检点，连这种东西都敢随身带着，还敢来国公府！天哪，这上面竟然还写了字：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姐姐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国公府私会情郎！这上面的情事如此露骨，简直不堪入耳。妹妹这出戏演得未免太过了点。在座的夫人们都是识货的贵人，这汗巾上的熏香气味浓烈刺鼻，乃是西域产的迷迭香。而我今日所制的清心饮，乃是冷香。迷迭香性热，冷香性寒，两者天生相克。若我真的长期贴身藏着这块汗巾，我身上的冷香气味早就被混淆了。但我身上只有纯粹的药香。各位若是不信，大可来闻。那也不能证明汗巾不是你的，也许是你刚才刚拿到手的呢。我是不是刚拿到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妹妹你未免有些未卜先知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说我刚拿到手，好，就算是我刚拿到手。那请问妹妹，这汗巾方才叠得好好的，字迹全在内侧裹着，你还没抖开，又是怎么知道里面写了什么？甚至连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都能背得那么顺溜，难道说这情诗本就是你写的，还是说这汗巾本就是你提前准备好的陷阱？姐姐，你怎可如此血口喷人？我不过是刚才搜出来的时候离得近，随便瞟了一眼。妹妹这过目不忘的本事，怎么平时在府里读书的时候没见你用上一星半点？够了，王嬷嬷，你去仔细闻闻林大小姐身上到底有没有那股子西域的味儿。是。老奴查验清楚了，林姑娘身上只有淡淡薄荷与白芷香气，味道极清冽。老奴敢以性命担保，林小姐此前绝未接触过此物。说吧，这东西你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又是谁在背后指使你把这肮脏东西塞进我袖里的？你看我做什么？分明是你自己手脚不干净，偷了东西还要乱咬人吗？本世子前几日在马场遗失的旧物，原来是被偷到了这里。这上面绣着本世子的小字。怎么，林二小姐也认得？在本世子的府中买通丫鬟，偷到本世子的私物，构陷本世子的客人。林尚书真是教出了一个好女儿，胆大包天。够了！这种肮脏东西算计人算计到世子头上了，简直是把国公府当成了你林家后花园！来人，给我张嘴！这种不知羞耻的东西，我必留半分颜面！爹，救命啊！娘，放开我！之前我被构陷时，你也是这般坐着看戏的，这巴掌是你应得的。见过世子，多谢世子明察秋毫，为小女洗清这一身不明之冤。婉婉，今日受累了，是本夫人没管教好下人，竟让你受了这种委屈。林大小姐果真端庄大气，临危不乱，真是我辈典范。是啊，我就说这林家长女才是真橘色，今日一见，果真不凡。月柔啊，我苦命的女儿，这国公府的人下手竟这般重，你这个扫把星，非要把你妹妹逼死，把林家的脸面彻底丢尽，你才甘心吗？你说话呀！你既然早就知道那汉兄的事有诈，你既然知道真相，为何不早说？非要眼睁睁看着你妹妹受辱，
看着林家在众目睽睽之下出丑，你才痛快吗？母亲这话倒是有趣。妹妹拿赃物陷害我，买通丫鬟构陷我的时候，可曾想过我是林家的人？可曾想过她这么做会害了林家？若我今日真的坐实了与世子私通的罪名，那才是真正的万劫不复。国公府动怒，毁掉的是整个林家的名誉。母亲，您觉得到那时候，父亲这官位还能坐得稳吗？孽障，还敢顶嘴！好长本事了，竟然还敢躲！回鹘再收拾你，到时候家法处置，看你还嘴不嘴硬。之前回府途中风平浪静，并无此事。看来是我今日翻盘，逼得他们提前动手了。这马绝对被下了药，他们是想伪造一场意外，让我暴毙在山谷里。马疯了，前方就是深渊，难道他要拉着全家人给我陪葬？不，林震惜命如金，母亲贪生怕死，林月柔更是视命如宝，他们绝不会自寻死路。快拿住软垫，背靠死角，护住自己！你这孽障，去给祖宗谢罪吧！这是销魂井的味道。林小姐，看来你的命，很多人都在惦记。西域狂躁散，此药遇风则风，跑足10里，马匹必会心裂而死。林大人，好大的手笔！林大人，劫后余生必有后福。本世子在此先恭喜林大人了。把我心里残留的那一丝血脉情，此刻彻底消失。上我的马车，本世子亲自送你回府。瞧见了没？整整128台，国公府这是把半个家底都搬来了吗？当初夫人还说大小姐是乡下来的丢人，如今这排场，全京城谁不眼红？南珠1斗，白玉如意1对，蜀锦50匹。嬷嬷，且慢，这婚事关乎两家100年声誉，国公府是否要再慎重考量考量？林大人，世子爷亲口定下的亲事，还有什么好考量的？你也看到了，月柔这孩子虽偶尔有些娇气不懂事，但她毕竟是在京城贵人圈里长大的，琴棋书画无一不通，是公认的京中才女。而婉婉她自幼在乡野长大，见识浅薄，怕是连账本都看不全，让一个农户教出来的姑娘管家理事，怕是难以胜任国公府的宗父之责。依我看，为了国公府往后的安宁，不如让月柔一同嫁过去，做个贵妾。姐妹2人同心合力，月柔也好从旁帮衬帮衬姐姐。好一个爹，算盘打得全京城都听得见了。正气名分争不过，就开始谋划贵妾之位了。林大人此言差矣，咱们国公夫人常说娶妻娶贤，这名门宗父的位置，看的是气度与底蕴，而不是什么琴棋书画的杂耍名头。不过夫人临行前也特意嘱咐老奴了，若林大人执意觉得二小姐有经世之才，非要让她跟着一同进府伺候，那也得先过了夫人设下的几道持家之问。嬷嬷请讲，月柔自幼跟随母亲学习管家，定不敢让夫人失望。好，老奴且问二小姐，若你进了府，府中下人偷懒耍滑，阳奉阴违，甚至出现了吃里扒外、被主投敌之事，你身为当家之人，该当如何处置？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下人也是肉长的，也同咱们一样是人。月柔以为当以感化为主，用慈悲之心换取他们的忠诚，只需罚些月钱以儆效尤便是。若是动辄打杀或者赶尽杀绝，未免显得主家不仁，也有损国公府的阴德。不错，月柔这番见解宅心仁厚，甚是妥帖，这才是名门贵女该有的风范。林小姐以为呢？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对于被主之奴，留着便是给自己埋下祸根。处置奴才，绝不可有妇人之染，轻者直接发卖，重者移交送官。当家主母唯有家法森严，方能在这一大家子人里立足。即便是世子爷房里伺候的人，若是不守规矩，生了二心，好，我也定会一并遣散，绝不姑息。姐姐好狠的心，那可是世子爷的人啊！你怎敢如此跋扈越权？好一个以正家风，好一个家法森严。林小姐，夫人要的正是您这份雷厉风行的气度。世子爷身边向来干干净净，并无任何通房。如今正缺林小姐这样一位能立得住、镇得住场的主母。至于二小姐，这般是非不分，只知假充烂好人的性子，进了高门大户，只会招来灾祸。国公夫人有话，林家二小姐品行浮躁，这辈子都别想进国公府半步。今日起，
我林婉婉便是国公府唯一的世子夫人。林婉婉，你一个乡野出身的村妇，凭什么抢我的位子？你不得好死！哭什么哭？没用的东西！去联系恭亲王府，那老王爷不是正要续席吗？大人，那老王爷总比年过半百，性情……至于年纪，男人老一点才有味道。老王爷可不只是老一点的问题，他年过半百，性情暴虐，房里不知玩死过多少妾室，不知父为何突然这么狠心，竟然舍得把他最心爱的私生女亲手往火坑里推。仪时到，请世子夫人上轿。这红绸铺了半条街，老身活了这么久，还是头回见这么盛大的红妆。走吧，别让国公府的轿子等久了。牙要灌下去了。回大人，灌得透透的，舌头都断了，一个字也喊不出来。塞进去，对外宣称二小姐受惊过度，送去家庙祈福，直接抬进恭亲王府后门，老王爷在那儿等着接呢。起轿。这林家大小姐真是好命，世子妃的名头全京城头一份。哎，刚才好像在后巷看见林家送了顶小轿子，说是二小姐去祈福。嗨，嫡庶有别，谁管那个？之前被塞进那顶灰小轿受尽屈辱的人是我。林月柔，你亲爹送你的这份福气，你可要接好。吉时已到，请新郎官踢轿门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之前我躺在冰冷的破庙里，现在我却站在国公府的正堂，你们拿我的都要给我还回来。礼成。林婉婉，进了这道门，你就是我的妻。林家的那些脏事，你大可不必再操心，本世子会替你挡着。你只需做好你的世子夫人。世子为何要如此帮我？当真是因为那一盒冷香丸的交情？因为你够狠，也够聪明。国公府不需要一个只会依附的弱智女流，我萧贤景需要的是能与我并肩作战，杀出一条血路的刀。母亲请用茶，儿媳婉婉给母亲请安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老身本还想定几个规矩，如今瞧着，那规矩也免了。阿景那个冷性子，难得知道疼人，老身可不能做那恶人，让你再受累。这是娘当年的嫁妆，御赐的宝物，如今给了你，才不算辱没了她的光彩。对了，那个林月柔的事儿，老身今早听说了，在那老王爷府上可是闹腾得很呢。二妹妹心气高，想来是不太适应。心气高，那也得看落到了谁手里。那老王爷是什么人？进了那府邸，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听说昨儿个晚上一进去就挨了教训，活该。哼，想算计咱们国公府，这就是报应。之前我躺在冰冷的破庙里，你明堂高坐，这一次这火坑也轮到你跳了。他过得怎么样，我已经不关心了，总归不是特别好就是了。世子夫人，这庄子上的支出向来如此，便是老夫人执掌钟馗时，也未曾说过什么。母亲那是仁慈，不愿与你们计较，可我这儿容不下吃里扒外的脏东西。这还是咱们那个乡下来的世子夫人吗？处置起人来，手腕比世子爷还硬，这叫雷霆手段，方显主母威严。一次不忠，百次不用。王嬷嬷，把这几个人拉出去，打20大板，全家发卖。世子，您喝口热茶润润。滚出去！世子这几日忙于公务，连脾气也见长了。母亲也有严重的头疾，难道世子也有？夫人，这白芷和沾胸当真能治头疾，这药味儿怕世子爷不习惯。这是我曾在尤医那儿得的秘方，气味清冽，最是安神。世子爷，您今日竟比往常起晚了半个时辰。昨夜这枕头闻着舒心，睡得极沉，头颈也没疼。看来这3年在老您那儿学的手艺，终究是没白费。这药枕果然有效。
那枕头是你做的？妾身见世子近日为了公务操劳，夜不能寐，便翻了些旧方子，做了个安神的物意。若世子觉得那药味刺鼻，妾身明日便拿走。绣工笨拙，那几杆竹子绣得跟杂草一般，丑死了。那妾身拿去丢了。那可不行，我其实觉得还行。本世子的世子夫人，若是写出这等乡野之字，传出去岂非让人笑掉大牙？妾身在乡下只求温饱，这笔杆子确实重了些。沉肩，坠肘，手要稳。世子，别擦了，不过是一件衣服而已。本世子还没穷到这点地步，去换了便是。世子今日这身衣袍，当真是构思奇妙，一墨入画，兰草生石，简直风雅至极。是啊，京城名家也未必有此等巧思，定是世子夫人亲手所制吧？不过是女人家的雕虫小技，本世子瞧着颇为娘气。夫人，您瞧世子嘴上嫌弃，这件衣服他今早可是对着镜子照了好几遍，就等着出门给同僚显摆呢。嬷嬷，外头都在传说恭亲王府那位林侧妃这日子过得真叫一个惨。说是林小姐到了。惨什么？那是她自找的。听闻那老王爷嗜好特殊，脾气暴戾，府里3天2头传出求饶声，稍微不顺心就拿鞭子抽人。可不是，听守门的兄弟说，瞧见那林侧妃露出的手腕上全是旧伤罗心伤。可邪门的是，她非但没死，反而这2日还复宠了。怎么个复宠法？王爷，这是月柔特意为您寻来的极乐伞。好，果然是极乐。月柔，你可真是本王的心尖宠。林婉婉，今日我受的毒，定要你1000倍偿还。什么极乐伞？不过是当初在山路上对付马匹用的狂躁药，稍微改良了分量，让人短暂亢奋，实则在透支元气。这灵儿小姐还真是舍得下血本。夫人，药铺眼线回报，林月柔的心腹昨日大量购入了朱砂和水银。这2样东西分开可入药，合起来便是见血封喉的剧毒。他疯了，想对老王爷下手。老王爷现在是他的护身符，他舍不得。他想要下手的人，恐怕是我。下月初8是世子生辰，国公府大办，恭亲王府必在邀请之列。既然他嫌命长，想找个大场面死，那我便送他一程。奴婢明白。恭亲王到，林侧妃到。姐姐、姐夫、妹妹敬你们一杯，祝姐夫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侧妃客气了，本世子今日不便多饮。世子，你怎么了？世子，快传太医，封锁现场！世子吐血了，快，世子也中毒了。是那个枕头，枕头里有毒！我亲眼看到姐姐往枕头里塞了东西。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你是想害死姐夫啊？这枕头是世子夫人的手笔，若是亲手所制，想要下毒，岂不是易如反掌？婉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当真？母亲，切莫听信他在这胡言乱语。我胡言乱语？那枕头里的药味，我隔着老远都能闻到不对劲，定是你在里面掺了见血疯狂的毒物。既然妹妹未卜先知，一口咬定这枕头有毒，那便当着各位夫人的面，请太医当众验一验吧，看看这里面到底是安神的良药，还是你所谓的索命毒粉。太医，禀夫人，老臣查验清楚了，这枕芯内皆是上好的菊花、白芷等舒缓神志之物，全是寻常安神良药，绝无半分剧毒。不是说亲眼所见吗？这哪来的毒？这位二小姐刚才指名道姓说是姐姐下的毒，如今查不出来，怕不是在故意栽赃吧？不可
可能，这不可能！这里面明明有朱砂，明明有身影。林婉婉，你到底把东西藏哪儿了？我明明亲口吩咐人。妹妹刚才说，你明明让人怎么了？妹妹刚才没说完的话，我替你补全。这太医刚剪开药枕，里面的草药连名字都没认数，妹妹却能一口咬定里面有朱砂，有水饮。我倒要请教请教，你未曾碰过这枕头，怎会知道里面该有什么？莫非是你让人放的？不是我，是你这个贱人提前换了，对，一定是你换了。既然你问心无愧，那咱们就看看你这袖子里到底藏了什么见不得光的东西。放开我，你放肆！是朱砂，还有，这是剧毒的水银粉。夫人，此乃夺命剧毒，只需吸入神虚粉末，便可致人五脏六节溃烂，神仙难救。林月柔，今日是世子生辰，呼天同庆，你竟敢公然带剧毒入府！你身为恭亲王府侧妃，若非早有预谋，袖中怎会藏着这等暗杀剧毒？还是说，这根本就是恭亲王授意的，想借你的手，要了国公府世子的命？放弃！林婉婉，你算计我！你早就知道是不是？疯了，真是疯了！竟敢在国公府的生辰宴上公然谋财害命！来人，将这个满腹蛇蝎的毒妇给我拿下！立刻封毒口鼻，连夜送交大理寺严办！放开我！我是恭亲王的人，你们凭什么？世子这出戏演得可还尽兴？林大人和林二小姐还真是费尽心机，给本世子送了一份毕生难忘的生辰大礼。世子饶命！世子饶命啊！世子开恩，月柔这孩子定是魔障了，求您饶他一命。婉婉，那是你亲妹妹啊，你救救她！你快求求世子，家丑不可外扬，有什么错咱们关起门来说，千万别把他送关啊！以前的事儿都是娘不对，是娘偏心，娘给你磕头了。只要你能保下月柔，让娘做什么都行。刚才林月柔指认我投毒，恨不得我被当场乱棍打死的时候，你们在哪儿？恐怕早就在大门外算计着等我死透了。母亲，您是不是忘了，我也是您的亲生女儿？刚才若是真的坐实了我投毒谋害亲夫的罪名，您是会像现在这样为我求情，还是会第一个冲上来大义灭亲，踩着我的尸骨送林月柔上位？你这个白眼狼，你是存心要把咱们全家都害死才甘心吗？当初就不该把你从那泥坑里接回来，你就该烂在那乡下，随便找个养猪的嫁了等死，省得今天回来祸害家族。放肆！这里是国公府，谁给你的胆子，竟敢当众辱骂本世子的世子妃？来人，林尚书言行诡谲，恐有大逆不道之举，将这两人一并拿下，立刻给我搜身！好啊，真是好啊！林震，你真是本世子的好岳父，勾结藩王，意图谋反，甚至还想在生辰宴混乱之际，亲手刺杀当朝国公。原来这一家子打的是趁乱灭了国公府的主意，勾结藩王，谋反逆天，刺杀朝廷重臣。林大人，这一条条重罪扣下来，足以让你林家满门抄斩，彻底覆灭。圣上有旨，林震通敌谋反，证据确凿，即刻打入死牢。来人，传本官令，即刻封锁林府与恭亲王府，连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。这哪是过寿啊，这分明是老天爷给林家下的断头令。这顿生辰宴确实是他们全家的断头饭。
世子夫人，那醉女就在前头那间。这几日大理寺审得重，怕是没剩几口气了。开了门，你们就退下吧。你是来看我死的吗？林婉婉，你赢了，左右我也活不成了。你也别想在我这儿听到半点好话。想活吗？活，只要能活下去。想活，就得有价值。把你知道的那些秘密，一个字不差地吐出来。你还在等什么？等父亲买通玉姬救你，还是等老王爷念及旧情，接你回府？这是恭亲王亲笔写给父亲的密信，他们已经商量好了，要把这一桩桩谋反投毒的滔天大罪，全推到你一个人头上。信里写得清楚，说你是因为嫉妒我成了世子夫人，心生怨怼，这才擅自在生辰宴上投毒。这一切与恭亲王府无关，与林家更无干系。父亲已经为你准备好了楠木棺材，明天一早，大理寺就会传出消息，林家二小姐因畏罪，在狱中暴病而亡。疼你，爱你，在九族覆灭和保全官位面前，你觉得你那点可怜的情分值几个钱？为了自保，他们毫不犹豫地要把你推出去顶罪，甚至等不到你受审，就要你死在牢里。为什么都要害我？我明明为他们做了那么多，我是他的亲生女儿啊，他怎么能这么狠？我恨死他们了！我不死，我要让他们陪葬。只要你做证人，在公堂上当众指证林震和恭亲王谋反，我保你不死。好，我指证，只要能让他们也下地狱，我什么都说。我知道他们的秘密，父亲书房的密室里，就在书案后面第3块地砖下面。那里藏着多年前我娘从契丹带回来的布防图，我娘是契丹细作，父亲一直都知道，他还暗中帮着传递军机消息。通敌叛国，原来林震不仅仅是贪权，更是出卖了整个大梁的江山。1、2、3。夫人，这是林震出卖军机的证据。不仅有君山情报，还牵扯到了恭亲王意图勾结契丹兵力逼宫的计划。铁证如山，林家这次彻底完了。勾结外敌，出卖国门，林震，他竟疯到了这种地步。婉婉，这次你立了大功，若非你察觉，这大梁的江山怕是要易主了。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此物多留一刻，便多一分变数。好，我们立刻连夜进攻面圣。好个林震，好个恭亲王！朕自问待他们不薄，他们竟敢通敌卖国，将朕的大好商山拱手送给契丹。林氏，你虽是萧家妇，却也是林家女，林震乃你生父，你如今拿出这些证据，便是要亲手送他上断头台，你不怕背上这不孝的万世骂名吗？回陛下，臣父只知忠君爱国在先，孝道在后。父亲通敌叛国，意图引狼入室，陷万千百姓于水火，此乃大不义。自古大义灭亲，臣父不敢因私家小情而废国法公道。
臣妇不求功赏，只求陛下明察秋毫，肃清朝纲，保我大梁山河永固。好一个大义灭亲，林家总算是有个明白人，没全烂到根里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恭亲王勾结外敌，谋逆乱政，即刻削去爵位，圈禁宗人府，终身不得出。其子孙皆贬为庶民，永不叙用。临阵通敌叛国，出卖军机，罪不如诛，判斩立决。林家满门抄家，没收资产。放开我！我是尚书夫人，你们这些狗奴才！夫人，圣上有旨，你知情不报，助纣为虐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是教坊司最下等的贱奴。我检举了，我立功了，你们不能杀我。皇帝念你检举有功，饶你一死，判你流放千里，去极寒之地做苦役。灵儿小姐，上路吧。孽障！你亲手送亲生父亲上路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午时已到，斩！父亲，通敌叛国者魂消魄散，你没有做鬼的机会了。动作快点，疯婆子，别整天念叨你那个死女儿了。叶柔当王妃了。听说她在教坊司受尽了那帮贵客的折磨，没过半年就疯成这样了。你们是谁？官差呢？官差在哪？官差拿了钱去喝酒了。有人花重金让我们在今天送你一程。是林婉婉，是她对不对？此人不需要知道这么多。妹妹之前欠我的那条命，今日连本带利还清了。瞧，那就是国公府的世子夫人。这骑术，京城里怕是找不出第二个。谁能想到当初那位邻家弃女，如今成了国公府最尊贵的掌权人，真是命好。至此，以前的仇恨，现在的怨气随风散尽，心中只有这一腔畅快。婉婉这骑术当真精湛，看得老身心里都跟着欢喜。如今大仇得报，万事顺遂，婉婉，你心里可还有半分当年的怨气？母亲说笑了，前尘往事在那场生辰宴结束时就已经彻底淡去了。如今我是国公府备受尊崇的世子夫人，那些过去的人和事不配再入我的眼。你看那是谁？他这是……路边看到的，觉得衬你，就摘了。好孩子，以前的那个家没了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阿景是个闷葫芦，嘴上说不出话来，但他心里只有你。我知道，父亲这花我很喜欢。这一次我赢了所有，不仅报了仇，更找到了真正属于我的归宿。